各位亲爱的全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还有线上读书会的好朋友们，我们又再次相见。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从心出发，也就是希望能够有这个机会来跟大家谈谈心。说到这个心呢，其实有很多从不管是唯心论或者是唯物论的角度者出发，有些人认为整个世界的创造其实是透过一个有形的物质所堆叠累积出来的，就像我们看到的房子啊、车子啊，所看到的桌上的物品，以及我们身上所穿的衣服、用的等等各方面，其实都是有形的世界。但是也有人说，其实这个世界是从无形的心灵世界所创造出来的。例如，从小我就发愿要成为一位律师，所以就努力的用功念书；有的人发愿要成为一位医师，因此呢，努力的往医学院的方向努力来迈进。有的人呢，他希望能够成为工程师，希望能够做很多的对于人类的生活有所帮助的事情。因此，所有的不管是有形的成就、无形的价值的散发，很多人认为那就是从心出发。因此，今天特别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从心出发的这个无形的心灵世界，它对于我们的人生所造成的影响。在跟大家谈心之前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小小的故事。这个故事呢，是发生在花莲的七星潭。大家都知道，七星潭是一个非常美丽的海滩。很特别的是，它虽然称之为潭，可是它却是全世界最大的潭。为什么你会说，难不成它有台湾的日月潭还要来得大吗？其实它是在花莲的靠近太平洋这样子一个沿岸的过程当中所自然形成一个潭的景观，可是它实质上却是太平洋。因此呢，我们在花莲都说我们拥有全世界最大的潭，其实它就是连通着太平洋。在这个七星潭上面呢，我自己非常喜欢，不管是在这个星期日的时候呢，早上，或者是在傍晚的时候去那边看整个夕阳的余晖，特别是偌大的太阳、偌大的一个月亮呢，当它降临在这样子一片无垠的海面上，可以说是上下天光连成一色，风景非常的美丽。可是就当我们在欣赏这样子一个人间至美风情的时候，在它所谓的七星潭的沿岸的旁边，其实在有很多的中低照顾户的一个我们所谓的案家，他们就住在那附近。而这个几个案家呢，都是慈济基金会，还有包括慈济的志工团队，长年累月的在关心、在照顾。其中我们就有一户的家庭，这一户的家庭呢，其实也非常的辛苦，那就是他们可以说是隔代教养。那一个阿嬷呢，她含辛茹苦的抚养着3个孙子顺利的长大成人。那为什么他是隔代的教养呢？因为他们的父母亲，也就是阿嬷的儿子呢，在早年的时候因病而往生。那他的媳妇后来也不知去向，那留下的这3个孙子，就由阿嬷自己含辛茹苦，透过资源回收，把他们这个抚养长大。那不管是老大跟老二呢，也都已经这个上大学，甚至都也在就业了。那有一个小孙女，她目前念国中2年级，而她在念书的过程当中呢，成绩非常的优秀。所以当我们在关心关怀这个小女孩呢，在这样子一个学业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在思维如何能够在她的人生的道路上来帮助她一把。因此呢，我们大家就在想，既然她的功课这么的好，可是因为家境上的一个限制，所以无法让他的课业再更进一步的提升。因此我们就开始连结花莲的补教业者，大家在思维能不能够在他的特别是英文的方面来帮助他，让他能够更上一层楼。非常感恩有一个面包的商店呢，老板娘，那她非常的有爱心，因此呢，她就讲说，我的一位的亲戚
刚好他就是在开补习班，所以呢就引荐我们到这家补习班。那我们也特别开车送这个小女孩到这家补习班去看一下当地的一个环境。她看了以后非常的喜欢，所以她现在呢1个礼拜就有2天的时间，在下学放课后呢，那她就前往这个补习班这个地方来上课。那整个学习的各方面的表现都非常的良好。当然我们也非常感恩补习班的老板，他也特别有这样子的一个时间跟空间呢，能够接纳这样的孩子来进行学习跟上课。所以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看到孩子他可以说是非常快乐的学习的成长。我们也差不多1个月有1、2次的时间，都会去定期的关怀，跟他鼓励。而且他的目标是要考上花莲的女中，同时呢，也希望能够考上国立的大学。我们也跟他一起相约，我们大家共同来努力，在1年半的时间，我们陪着他，希望能够考上他理想的高中。未来再过3年，也就是4年半之后，我们陪伴着他，共同考上他理想中的大学，希望他未来的人生是走得非常的顺畅。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不是只有关注到他的学业的成长，其实我们更关心到他的心灵的状态。为什么我们要1个月定期的来关怀跟陪伴？其实我们最重要的重点就是希望让他，还有包括这个阿嬷，知道说，在这样子一个培养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们的人生并不孤单，有慈济人，有爱相伴，永远在身旁。这个是我们期待能够把这样子一个爱的能量，让他们的心灵能够充分的感受得到，不会感受到那一份的孤独感。我想这个是我们慈济人在整个陪伴的过程当中，希望能够创造出的一种心灵的力量。这个是其中的一个案家。另外一个家庭呢，我们在关怀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蛮心疼的，因为在这一户的家庭，爸爸妈妈因为失业的因素，所以在整个家庭的经济方面就比较拮据，所以我们就提供了相关的支持跟协助。而在这个家庭当中呢，其中他们的大女儿现在是就读职业学校的2年级，那她念餐饮科。那我们就在想，如何能够帮助她，在她期待学习的专业的部分能够有所精进。因此我们也特别连结了花莲的相关的业者，希望能够帮他找到一个攻读的机会。也非常感恩相关的业者呢，他们也都非常发心，听到了这样子一个消息，他们也都非常的愿意来支持这样子一个孩子向上成长的心愿。那后来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呢，这个孩子他自己又找到了另外一份攻读的工作，现在也都非常顺利的学业跟攻读的部分同时进行。除了这样子的一个大女孩之外呢，还有她的第2个弟弟。这第2个弟弟呢，他也因为一些因素，所以他就辍学在家。但是我们在想，也不能够这样子辍学在家啊。第一个鼓励他复学，但是呢，似乎还有点心理的抗拒。那我们说没有关系，那是否就往专业职能的方向来进行？那于是我们就帮他介绍了这个一份水电的工作，希望能够学得一技之长。也透过了几层的关系，后来发现有一位水电工的老板，他非常的有爱心，他也说没有问题，他愿意提供机会，让这个年轻的学子，虽然说他现在虽然课业中断，但是呢，只要他有这份积极向善向上学习的心，他都愿意来共同支持跟陪伴。可是他也特别说，做水电呢也很辛苦哦。因此我们特别就带着这个儿子呢，前往这个水电工的老板这个地方进行面试。这个水电工的老板看到孩子，也跟他鼓励说，这个水电工呢可以说是非常的辛苦，但是只要能够学得一技之长，未来在生活上、在事业上、在家庭的稳定上的部分，应该都会非常的有帮助。所以他也非常乐于
共同来接受、来培养这个孩子。这个孩子呢，也在水电工的老板的接引之下，也这样子一个陪伴之后呢，那在那个地方也进行了将近有1个多月的时间。那后来这个孩子他觉得他的兴趣还是在汽车修理方面的专业，所以他后来呢，就自己有找到了这样子一个汽修方面的工作，那也非常稳定的在进行当中。另外呢，这个妈妈她也看到说，她的孩子也都纷纷找到了工读的机会。所以他也跟我们在探索，希望他也能够一份临时工。如果能够有这样子工作的机会的时候，整个家庭就都会经济稳定下来。因此，我们也非常感恩高雄的一位郑师兄，他的家呢，老家在花莲，在花莲也经营一个田园田艺方面的工作。那如果说这个妈妈呢，她有兴趣的话，投入在园艺方面的一个临时工作，那他的整个工作的时间也都非常的有弹性。那后来经过这样子一个接引，所以这个妈妈她也到了园艺的公司的部分来开始进行工作的一个投入。所以我们经过这样子一个陪伴的过程里面，发现整个家庭也因为孩子的学业稳步的进行，同时工作也都非常的顺利，而妈妈呢也找到了临时的工作，又能够照顾家庭，又能够对于家庭的收入有些微的补助，所以整个家庭的经济情况各方面都稳定了下来。其实最重要的部分，除了经济的稳定之外，其实是心灵的稳定。所以我们在这样子一个陪伴的过程当中，除了有形的协助、支持跟提供之外，最重要的部分是带来一份心灵依靠的力量。所以我自己本身是非常喜欢有一句话，那就是《金刚经》里面的“因无所住而生其心”。这个生其心的意思是什么？那个心呢，指的就是慈悲之心。那前面一段就是“因无所住”呢的意思，就是我们不要执着于要在什么样的空间，要在什么样的时间，要对于什么样的对象，我们才能够有这一份的慈悲之心。我们应该要不分对象，也不分空间，不分时间，也不要说他跟我认识或不认识，也不要说是因为有亲疏远近，也不要因为是不同的宗教，也不要因为是不同的国籍、不同的肤色而产生了这个慈悲之心的差别。所以这个叫做因无所住，就是我们不要去执着分别，而生其心，要能够有这份的慈悲长养之心在我们的心田里面。这就是上人所谓的大爱无国界之心。所以我自己常常在这样子一个投入慈济的慈善的过程当中，对于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坦白说自己的这个心灵都是相当的受用。除此之外呢，最近也看到了《法华经》有一品叫做化成玉品，而这个化成玉品呢，它的大意是说，当大家都要一直走在路上，人生的道路上有许多的坎坷，可是呢，当要通往一个生命的宝城的时候呢，在这样子的这一条道路上是生死险道的意思是会经历过很多的困难，很多人生的无常，还有包括很多的障碍，甚至很多无常来临的考验。所以当大家走在这条道路上的时候，觉得哇好辛苦哦，还有好长一段路要走，宝城在那么遥远的地方，我们真的能够到达得了吗？在这样子的一个行走的过程当中，这个团队呢，很多人就心里想，生了懈怠心，也生了这个怖畏之心，就是很害怕，就不管再继续往前走。这个时候带队的长者他就很有智慧，他细细的在思维，是啊，宝城还在前面遥远的地方，
而且呢，在这样子一趟路的山路的过程当中，还有很多的坎坎坷坷。不要说有形的坎坎坷坷，无形的人生很多当中的无常，甚至于自己心灵当中的变化也未可知。所以智慧的长者心里想，到底要不要再继续往前进？但是呢，也认为说，人生的生命的宝藏，还有包括生命的圆满，就在前方。应该是要继续往前走，千万不要中途放弃。如果中途放弃的话，那就非常的可惜。可是回头再看看我们的团队里面，老的老，小的小，还有很多年轻力壮的，哪怕是有体力在往前走，但是也遇到这么多的险阻困难，他也想，那该怎么办呢？要如何能够鼓舞大家这份继续往前走的这份的士气？所以这个智慧的长者啊，在佛经里面就讲，他就心里想说，好，那我就在中间不远处幻化了一座的大城，这一座的大城呢就在前方。于是呢，这座大城呢呈现之后，他就回过头来跟团队讲，哎呀，大家好啊，我知道大家都很辛苦啊，而且大家都很疲累啊，不管是这个脚酸啊，或者是身体的不舒服，乃至于大家都很热了，都很饿了，或者是都很想休息，很想睡觉了。那前方虽然还没有到达我们原来的目的地，可是就在前方的不远处，就有这么一座的宝城，我们可以到那个地方来休息，我们可以到那个地方来供应我们之所需。团员呢看到了，哎，真的，前方怎么突然出现了一座的宝城？所以呢，大家就很高高兴兴的，就随着长者来到了这一座的宝城。这一座的宝城里面呢，有食物，有饮水，还有包括可以休息的地方等等的，全部的人都好高兴。经过了休息够了以后呢，这个长者看看大家，哇，这个也都吃好睡好，而且呢都休息的这个精神饱饱，因此呢是时候该又要准备出发上路了。所以智慧的长者就跟大家说，哎呀，这个是因为当时看到大家走路非常的辛苦，而且都已经生了懈怠之心，甚至于有很多人就在想要退堂鼓，就不要再继续往前了，所以才幻化了这一座的大城，让大家在心灵上，在身体上能够稍事休息。可是宝城还在前方，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往前。所以团队听到了长者这么说了以后，也因为休息的都已经充分足够了，因此又在高高兴兴的随着长者继续出发往前。所以长者在这样子一个过程当中，我们就称之为叫做化成玉品的意思，就是当我们在追寻人生的真理的过程当中，我们在生活当中都会遇到很多的困难挫折，哪怕于自己的心灵也都会有那种起了懈怠或者是退却之心，就不想再继续往前。就如同我们看到的案家，有时候呢，不管是父母亲孩子也好，他们遇到了挫折了以后，有的失业在家，有的就辍学在家，但是呢，我们在想如何能够再陪伴他，鼓励他继续往前。而打工的机会对他们而言就是一座的化城。当他们去工作了以后，受到了老板的鼓励，当他们去工作了以后，能够有部分的经济上的收入，能够维持家庭的稳定。他们发现原来其实是可以透过工作的方式来增强自己的自信心，因此再继续往幸福人生的方向迈进。所以当我们看到了化成玉品这一品的时候，让我深思跟体会到很多。当我们不管是看到我们所接触到的贫困个案的家庭，或者是乃至于自己的人生的走路的过程当中，也都在思维探索着未来的人生的这条路都非常的漫长。可是呢，我们中间一定要有一个化成，让我们可以得到了一种能量补给，乃至于这样子一个身心安顿的地方。可是不可以沉溺太久，也不能够休息太久。为什么？因为它毕竟是一座化城，幸福的人生的道路还在前方，
继续要往前走。所以最近在阅读法华经的过程当中呢，也给自己有很多心灵上的体会，特别是在看到案家的这样子一个成长，那我们也在思维，就算他能够这样子一个获得经济的一个稳定之后，是否就能够确保孩子在他未来的成长的道路上就能够一路平安？我们都知道并不尽然。就算刚刚讲的七星潭的小妹妹，哪怕她的学业成绩再好，真的都考上了理想中的大学，也真的学习到了自己预期当中的学习目标，可是是否就真的能够确保未来的生命、未来的生活就能够一路平安顺遂吗？其实并不一定，因为有许多的人生无常正在前面等着他，其实不止等着他，也在等着我们。所以我们心里想，一定要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有一种无形的心灵的力量，大家彼此互相陪伴，互相鼓励，才能够度过这种生死险道。所以我们在投入慈善的过程里面，有形的物资的支持固然重要，不管是这个技职的教育训练，或者是学业方面的支持，但是无形的心灵的支持，我觉得就好像刚刚在讲的化成玉品的智慧的长者，他虽然有那个能力化作了一座的城堡，可是最大的关键是他的那份的心一直陪伴着大家度过生死险道的那一份恒持陪伴的慈悲跟智慧之心，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关键。也因此我们也深自我期许，希望能够永远的涵养长养这份慈悲之心。所以慈悲之心才是让我们走在这条慈善的道路上能够永续最关键的一个事情。所以当我们看到了在《金刚经》因无所住而生其心，或者是我自己最近在看《法华经》里面的化成玉品，其实都让我深刻的感受到这种无形的心灵慈悲的力量。当然上人在静思语里面也特别提到有一句话，这个8个字我自己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的受用。那就是心宽念纯，美善人生。上人在告诉我们，我们的心灵的世界要非常的开阔，那我们的脑海里面的念头要非常的单纯，也唯有心灵世界的开阔，我们的念头非常的单纯，我们才能够拥有美善的人生。如果我们的心灵的世界非常的窄小，或者是我们的念头都非常的复杂，都一直在想，别人是不是在算计我啊？或者是这件事情是不是有其他各式各样的一个困难跟相关的一个想法，都会阻碍着我们通往幸福人生的这条道路上。所以心宽念纯才能够造就美善的人生。可是如何能够达到美善的人生，最大的关键并不是在于追求很大财大富，也不是追求富丽堂皇的家庭。上人告诉我们，达到美善人生最关键的目标，那就是无形的心宽念纯。所以我自己对于上人的静思语里面心宽念纯美善人生涵养的这一份的慈悲之心永怀在心田，是最大的关键。所以我们在慈济世界里面，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或者是在工作的场合里面，上人都一直在告诉我们要能够修心养性，端正行为，那就是修行，修我们这颗心。有时候我们这颗心因为习气的因素，难免有时候会看别人不顺眼，或者是有时候别人无心说的一句话，在我们的心里面重重的压在自己的心上，听在耳里，压在心上，就会觉得浑身不自在，甚至自己给自己压力很大。所以我们这个都是无形当中给自己很多的烦恼跟无形的压力，阻碍了我们自己非常幸福
快乐的人生的这条路，其实我们只要转念一想，整个世界就豁然开朗。举个小例子，因为上人都一直呼吁，希望大家为了身体健康，也为了减少地球的暖化，也为了避免造沙业，所以素食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慈悲的行动，也是环保的行动，也是健康的行动。那我的妈妈呢，因为我的父亲在好几年前往生之后，他是慈济大学的大体老师。那么他那个时候我的妈妈也为了感念我的父亲，所以呢他自从我父亲往生之后，捐出了做大体老师的那一刻，我的母亲就发愿茹素，所以他从那个时候就一直吃素，就不再吃鱼吃肉了。大家可知道，我的妈妈她对于也可以说是个美食家哦，所以她对于不管是牛肉也好啊，或者是反正鸡鸭鱼肉等等各方面，她是无肉不欢哦。那特别是吃鱼方面，她能够这个把荤食给戒掉，那开始茹素呢，我自己也是非常的讶异。但是她自己就发了这份愿，她就从我父亲往生之后呢，就茹素。那结果呢，在1年多前，他因为一个小中风，那住院了以后还好，非常感恩花莲慈济医院的医护团队的照护。那整个小中风之后，各方面的恢复的情况非常好。那回到家里呢，他自己就开始做手部运动，或者是踩脚踏车，训练自己的腿部肌力，跟这样子一个神经的反应能力等等各方面，恢复的都非常好。但是只剩下一个小问题，那个小问题是什么？腹部呢，有时候就会不舒服，会有一些肿胀。那不晓得是因为这个整个出院之后就开始每天有服药。那因为过去我的母亲没有服药，所以是不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相关的副作用？那也都到医院检查，那也有做了相对应的一个安排跟治疗。那我的母亲呢，总是心里觉得，应该在饮食上做一些的调整。这个时候呢，刚好有亲戚就跟我妈妈讲说，哎呀，这个就是因为没有吃鱼，没有吃肉啦，所以才会这个样。于是我妈妈那个时候她也没跟我讲，她就自己就默默的开始这个趁我不在的时候吃鱼吃肉等等的。那我后来我知道了以后，我就跟我妈妈说，哎呀，这个还是为了自己身体健康也为了长养慈悲你看这个动物一条生命，因为我们吃它的这个肉了以后呢，它的生命就消失在这个世界上，造了很多的这个怨就是这个，因为你取人家的性命嘛，所以自然而然产生的这种无形的怨气其实都会环绕在我们的家庭，环绕在我们的四周，就无法过的一种神清气爽、清安自在的生活。那当然了，这个在跟我妈妈在谈的时候呢，她就有点这个不太高兴她又讲说，哎呀，这个反正我妈就有点这个负气的跟我说，反正剩下也没多少日子了那大概喜欢吃怎么吃就怎么吃吧。那我当下我就觉得，怎么这个这么说不过去呢？那我心里面其实是有那么一点点说怎么都不听劝那这个声色就不是那么的好。那结果这个隔了2天呢，我妈呢这个大概也跟我父亲所以这个在这个互动的部分呢就没有像以前那么的融洽。那我后来自己心里在想，就回到刚刚的那件事情，心宽念纯，美善人生。那是因为我自己心里面真的产生了一个心理的芥蒂，所以呢，在跟妈妈的沟通的部分，就这件事情，那似乎没有那么的顺畅，所以我就开始调整自己的心念。那回到家了以后，跟我妈妈温言软语这个不管是这个亲切的问候，还有以及她生活上各方面的这个照顾支持等等的。那我妈妈也感受到了这种对她的一个温暖问候。那我妈就跟我讲说，哎呀，这个你也不用再跟我多说什么，反正这个该吃素的时候她就会吃的我心里想，太好了。我妈既然这么一说呢，那就表示其实她心里面已经有打算，什么时候再回复到这个吃素的一个时光里那过了几天了以后呢，
我回到家看我妈妈，哎，这个一打开家门了以后，我就跟我妈妈说：“哎妈，我觉得今天家里面很不一样。”哎，我妈说哪里不一样？我说整个感觉哦，客厅啊、厨房啊，都感到特别的神清气爽，那个味道啊，不再像之前哦，好像有一股那种这个闷着，或者是有一股没有那么亲民的这种的味道哦。那都可以逐渐的闻到了，因为家里面有几张的木头的桌子跟椅子，我就跟我妈妈说，我似乎现在开始都可以闻到了那种木头的淡淡的香味。那我妈妈就跟我没好气的说，我都已经吃素1个礼拜了啊，我就说，哦，真的哦。那我妈妈说，但是不是因为你跟我说的，是我自己想吃的哦。那我说好，没问题，没问题。只要您开始想吃素呢，这个我都非常的这个高兴跟支持哦。所以换言之，从这样子一个过程当中，我妈妈从本来好几年的吃素，那后来呢又开始有点吃荤，然后经过这样子一个沟通跟互动了以后，又回到了吃素的这样子一个轨道上。所以我发现说，我自己本身的心念跟妈妈的一个互动，言语之间，其实最大的关键，那就是我们自己心念上要转念，能够转一种温柔慈悲的善念，而且要产生一种非常好的智慧的沟通。所以上人在法华经里面的讲述当中呢，讲到其中的化成玉品当中就有非常关键的4个字，那4个字呢叫做慧心安忍。慧心的意思就是，当我们看到了世界上的不管是大型的天灾人祸，或者是看到了这个人跟人之间的彼此相互的冲突，那我们都要能够有这份的智慧之心来做思维，来做分析，来做评估，来做判断，乃至于人跟人之间的互动的关系，还有包括跟家人之间的相处因应之道，我们都要能够有一份的智慧之心，要去评估是非对错，也要能够去思考我们要如何有智慧的互动沟通，让大家能够走在这一条正确的生命的道路之上。所以慧心就是代表这一份的智慧之心。安忍呢，就是要能够我们对于自己的身心的状态不要随着起伏，要能够保持一份身心安定自在的一种心灵的状态。那这个忍字呢，它的含义更深。其实人生这个10之8九啊，通常都是不如意的事情之多，但是呢，不如意10之8九，可是我们要常想1、2的意思，就是不要老是被那10之8九的不如意的事情困扰住我们。我们要常想那1件跟2件事情，我们觉得说，做得还蛮顺利、顺畅，跟能够圆满往前推动的部分，我们希望能够从1跟2的部分，再努力往前延伸，变成3跟4，逐渐散发出这一股的正向的、温柔的、坚定的、慈悲的力量。所以这都要有这一份的忍的功夫，不管是忍辱也好，不管是忍苦也好，还有包括对于别人对我们不好的声色，乃至于最大的关键是要忍住自己的习气，还有包括脾气，这件事情最为困难。如果一下子自己的习性或者是习气，乃至于脾气忍不住的时候，其实这个一时之间的怒火中烧，就会烧遍整个功德林。所以慧心安忍，上人在整个《法华经》里面的化成玉品，特别告诉我们要能够用这份的智慧之心，要能够把自己的身心要能够安顿下来，要能够面对世界上包括自己生命当中的无常，要能够有这份的忍辱、忍苦，还有包括这样子的一个忍痛，以及这样子自我的这个堪忍的一个功夫，要能够修行的非常好。所以谈到这个心啊，
刚刚前面也特别提到，虽然说我们看到的有形的世间的万物，不管是桌子椅子，都是我们有形触摸得到的，可是最大的关键都来自于无形的这份的慈悲的善念，或者是我们称之为心灵的欲望，那个也都是从无形的心灵当中所散发出来，所造作出来的。因此上人告诉我们说，我们一定要回到自己的内心的心灵的世界，才能够把这样子一个人生的境界往圆满的方向迈进。所以今天的主题是从心出发。那不管是在前面看到的我们几个照顾的一个个案，我们在帮助的有形的物质的过程当中，我们最重要的部分是希望能够体贴到他的心，能够去感受到他的心灵的世界。最重要的部分是在他的心灵世界里面，让他可以知道说，有慈济人这份的爱永远在他们的身旁。这样当他们未来在面临到生命的阻碍或生命的险道的时候，他会知道慈济人这股的力量在他身旁，他会这个勇敢的继续往前迈进。所以这个是一种对于弱势家庭我们心心相印的支持他们、陪伴他们的一个重要性，乃至于到刚刚后来跟大家分享的我跟母亲之间的关系一个互动，其实最大的一个因素还是来自于那一念心。我们对于父母亲、对于家人要有这份的温柔，要有这份的慈悲之心。可是温柔除了善顺之外，我们也要能够导引到一个正确的生命价值的方向。有时候那个沟通啊，这个短则数月，有时候长则数年，但是我们依然要有这份的恒持毅力之心。我想这个是不管是对我们照顾的这个弱势的家庭，乃至于灾民，还有包括我们最亲近的家人、父母亲、这个孩子，或者是我们的另一半等等各方面，还有包括我们平常相处的同事，其实我们都要有能够时常保持这份的温柔之心，能够有这份的慈悲之心。最重要的是，上人告诉我们要能够有这份的智慧之心，慧心安忍，才能够让我们这一份的慈悲之心呢，是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在这个地方也祝福大家常养慈悲之心在心田，我想我们的人生的境界应该就会越来越圆满。再次的祝福大家身心健康、平安自在，我们下次见。